他还通知4艘驱逐舰自行返航，不必与沙恩霍斯特号会合。北极海域风高浪急，英国驱逐舰根本追不上沙恩霍斯特号，只有受伤轻微的贝尔法斯特号在持续跟踪沙舰。沙舰后部雷达受损，并没有发现贝尔法斯特号。在返航途中，贝少将收到了德国海军北方司令部转发的电报，电报提醒他有多艘不明战舰正在靠近，其中还有一艘大型战舰。但在电报转发时，这段文字被忽略了，因此该情报并没有得到贝少将的高度重视。不知不觉中，约克公爵号已经堵住了沙恩霍斯特号的退路，一场海上决战即将爆发。下午16时54分，跟在后面的贝尔法斯特号发射了一枚照明弹，照亮了沙恩霍斯特号的位置。埋伏已久的约克公爵号调集10门主炮，向12000米外的沙舰打出了一轮夹射。英国巡洋舰也纷纷向沙舰开炮，沙恩霍斯特号毫无准备，只能加速逃离，并使用主炮进行还击。约克公爵号的356毫米炮弹击中了沙舰，打坏了沙舰前部的 A 炮塔，同时击毁了沙舰的飞机库。沙恩霍斯特号使用其他炮塔还击，但英国舰队的炮火太过密集，沙舰的许多副炮和高炮也相继被摧毁。突然，又一枚356毫米炮弹打中了沙舰，破坏了沙舰 B 炮塔的通风系统。沙舰能够使用的主炮只剩下战舰尾部的 C 炮塔。C 炮塔对英舰进行还击，打中了约克公爵号桅杆，使约舰的雷达失灵，约舰不得不暂停射击。沙恩霍斯特号抓住机会，转头向东航行，凭借速度上的优势，逐渐甩开了约克公爵号。眼见沙舰逃脱，弗雷泽上将十分沮丧。当弗雷泽想要放弃追击时，幸运女神再次眷顾了英国海军。约克公爵号打出了最后一轮齐射，其中一枚炮弹在极限距离打穿了沙恩霍斯特号的侧舷装甲，爆炸的弹片划破了锅炉舱的高温蒸汽管道，大量的蒸汽喷涌而出，沙舰的航速瞬间从32节掉到了10节。损管人员很快做出了处理，他们封死1号锅炉，让沙舰的航速恢复到22节。就是这点时间，让英国舰队看到了追上德舰的希望。4艘英国驱逐舰迅速逼近，他们朝沙恩霍斯特号发射鱼雷，沙舰紧急规避并做出还击。沙舰规避掉了2艘驱逐舰的鱼雷，并把侧翼暴露给了另外2艘驱逐舰。交战中，英军的索马雷兹号驱逐舰被沙恩霍斯特号重创，他中了一发150毫米副炮，航速降到10节，只能在其他战舰的掩护下撤离战场。但沙恩霍斯特号也被2枚鱼雷命中。没过多久，英国驱逐舰发射的鱼雷打中了沙舰的舰尾主装甲下侧，这是整个战舰防护最薄弱的地方。沙恩霍斯特号被炸掉了2个推进轴，航速一下子跳到了10节。这下他再也摆脱不了英舰的追击，沙恩霍斯特号的命运已经注定。绝望之中，贝少将让炮手把所有炮弹运到 C 炮塔处，准备做最后的抵抗。他给邓尼茨发报，表示只要还剩下1发炮弹，他们都将坚持战斗。邓尼茨回电，德国的潜艇和飞机正在前往支援，但这一切已经毫无意义了。约克公爵号和牙买加号追上了沙恩霍斯特号，他们朝沙舰发射照明弹，并在1万码的距离上开火射击。英国驱逐舰也悉数登场，朝沙舰发射鱼雷。一时间，沙恩霍斯特号被密集的炮火笼罩，它的上层建筑基本被摧毁，副炮也都被打哑，炮手死伤惨重。随着多枚鱼雷的命中，沙舰的航速降到了5节，沙舰开始做不规则运动。船员们涌上甲板，贝少将准备下令起舰，一切都要结束了。直到沙舰沉没，战舰上的20毫米机炮仍在向远方模糊的船影射击，表示着德国海军不向敌人屈服的斗志。晚上19点45分，当英国驱逐舰装好鱼雷准备再次进攻时，海面上已是空荡荡的了。沙恩霍斯特号在打残了一众英国军舰后，沉入了北冰洋冰冷的海底，水面上只剩下大批漂浮着的德国水兵。英国害怕遭到潜艇伏击，于是派出蝎子号和无敌号，匆匆打捞了30几名德国水兵。蝎子号试图救起贝少将和辛茨舰长，但他们拒绝英舰救援，自己沉了下去。英军指挥官弗雷泽上将对德国水兵表现出的战斗精神十分敬佩，他下令在沙恩霍斯特号沉没的地方投放了一个花圈。在给约克公爵号官兵做战斗简报时，弗雷泽说道：“先生们，与沙恩霍斯特号的战斗以我们的胜利告终。我希望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在指挥一艘战舰面对数倍强大的对手时，会像今天沙恩霍斯特号的指挥官一样勇敢。”北角海战是2战德国海军的最后一战，虽然德国还有提尔皮茨号战列舰，但该舰一直被英军锁在港口中，不敢出海。其他大型战舰拆除的拆除，废弃的废弃。自此之后，除潜艇战术外，德国海军再无任何建树。好了，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